K 哥，好久不见了。在东帝汶做营造必须高关的第一站 ，Kenny 哥最大砖造厂。跟台湾常见红砖不同，在东帝汶营建用的都是空心砖，一来省成本，二来免烧制，只要像这样太阳晒干就行。Kenny 出身马来西亚首富郭家，从家族事业意外转到东帝汶做砖头、做电杆，从大小到样式客制化，房子要盖得好，就得用他的砖。老外要的，它就是要比较大、比较坚固一点。都是老外的，老外的，澳洲，然后不要讲，他们刚才业家他们建的都要用这个。Kenny 跟陈建荣同样是来到东帝汶的拓荒派，目标业界第一。营造大王陈建荣在台湾有30年资历，10年前经朋友介绍来试试看。然而外国人来做营造，上下游打通关得花更多功夫，尤其在东帝汶，万事起头难。出门就像在坐越野车，东帝汶柏油水泥路很限量，多数时间忽高忽低，颠颠簸簸，铺好的路常常才过没多久，大雨一来直接坍方，冲出大洞也是常有。所以下了雨，然后山上水冲下来，然后就瘫了。所以那个像那个洞这种事情蛮常发生。在这里非常容易发生。外人来看，基础设施有待加强，但在营造商陈建荣的眼里，百废待举正是机会所在。现在我带你看一下我在这里的第3个工程带的整个就是东帝汶的腰果工厂。很新因为刚盖好而已。腰果工厂在海拉，距离首都只要40分钟车程。最开始一整片沙土，一滴水都没有，但搅拌混凝土总要水吧。在台湾有30年营造经验的陈建荣原本心想，自己经手过的工程，从雪山隧道、北回隧道、东澳、南澳隧道都做过，找个水应该不难。然后在这里最辛苦，你也看得到，整片是一滴水都没有，你找不到一滴水。那当初单从外面买水进来，1吨的水是10块美金。那你想想看，拌混凝土要用多少水？那后来呢，不得已买的实在是花了几千块美金了，再怎么算会划不来。所以说在外面就打了一口井，钻到20几米的时候，碰到岩盘大凸石，单钻头换了6颗。东帝汶有钻头，我真的是找到没钻头，还从印尼再托人走边境这样运过来，终于把这一口井完成了。一颗颗磨到报废的钨钢钻头，才终于打通小一口井。原本跟业主谈好的8000块美金，差点连本钱都赔了下去。而在东帝汶做营造最麻烦的，除了器材又贵又难取得，更难的还有用人没干。然后你看当初立这个电杆所有电杆都自己在这边电焊自己烧自己立然后你看很特殊的，单挖这样子一个洞，做这样一个东西前面几个住户就来，这只能我来做，我来承包。工厂的电线工程距离大约2公里，经过6、7户人家，要是没发包给该户的人，不小心惹上大麻烦。我前面就是要我来做而已，别人还不能做。我曾经有一段就插他的门口而已，他又做得很慢。那我想说这一段我们是可以跟当地的所谓的建造单位商量，这一段我可以完工，我先验收，然后我这个月就可以请款。那就是他就在那边挡着。他说你不请我，我就不让你开工。对，他就出来闹。而且就算工人摸鱼或是做一休一，也不能解雇，否则联合全村砸场子的都有。东帝汶失业率高衍生出的强制保障我家工作权，对初来乍到的陈建荣真的是一大冲击。台湾营造厂习惯的做事方法在这里完全不管用，甚至遇到工人不愿加班，时间一到就放下挖土机回家。作为老板也只能摸摸鼻子自己来。自己会居然说，在台湾混得好好的，为
为什么来到这边还要自己开挖机，自己去搬那个混凝土？其实那时候我自己真的很想说，算了，就回台湾了。但是就一口气。尽管眉眉角角实在不少，当初听了朋友邀请，加上台湾市场饱和，决定来试一试。陆续铺了马路，盖了大小工厂，做出成绩，凭借专业让海尼根选上他盖啤酒厂。目前为止，是整个东帝汶，你看唯一可以看得到比较像样、具规模的一个现代化工厂。那可能以后会有，但是到目前为止，它是唯一的。全东帝汶才135万人口，它一天可以生产5万瓶。啤酒厂一投入生产，一天5万瓶高产量，当地人笑称1周只要开工2天就够用了。自动化把纯人力带入下一阶段的半自动化，连带也把公安的概念带进东帝汶营造业。当初我刚过来的时候，他们是不穿反光背心、不穿安全鞋、不戴安全帽的。那是从这里开始，然后慢慢起来，然后现在政府开始就强烈要求，一定要反光背心、要安全帽、安全鞋。就是当初因为从我这个工程开始，正面的影响慢慢渗透到各个层面。陈建荣话中带着些许骄傲。当初从台湾到东帝汶试一试，如今一晃几年过去，为了一口气，决定在这片土地持续拓荒，把台湾营造招牌好好擦亮。